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为各位介绍的是普罗森的 Marti Revo 14K。那因为我先前有买过它旧的机型，就是 8K。那 8K 的话，后来我有买 12K 的升级套件，那就是左边这一台。那今天借由这个机会呢，开箱给各位看看，然后顺便比较一下它们的差异。那这个是我的大概的工作环境，那我还没有完全弄好。那我这个机器呢，我是跟那个模型7放在一起。然后你看左下角那边呢，这个是不断电系统，所以不断电系统其实不会很大，就小小一台而已。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因为现在最右边有入镜一台，右边入镜这一台呢就是那个二固机啦。这个二固机呢，是因为我现在用了它的那个2合1的那一个版本哦，我觉得因为我经常会拿那盖子拿起来，我觉得有点烦。后来我看他出了这一台，我就先给他买下来了。那这一台呢我因为这台比较简单啊，我今天大概就给各位看一下就好了。那其实它这个有一个灯，你看它这有一个灯，那可以点亮。啊，这个门就是这样开的，就这样子而已。另外我跟各位讲如果说你在用这个转盘的话，不管是小台那一台是这个，你可以用一个那个保鲜膜，这样的话你要二固的那个物件呢比较不会粘在上面。好，接下来就是主角啦。那这一台呢 ，Revo 呢，它其实跟那个 8K 呢，其实最大的差异，从外面上来看，应该就最简单就是掀盖嘛。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因为它可以掀盖，我才买下来的。它这边是这样子，你用抬的就起来了。那 8K 的话呢，它就是说你要整个盖子要拿起来。整个在盖子拿起来的话，如果说你不常印的话，我觉得还好啦。如果说你可能经常去拿来测试，那你每次要拿盖子可能会比较，我是因为这样子啦，所以我看到 Revo 这种掀盖方式，我就蛮想赶快买下来体验看看。它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中间跳了一代是出那个好像是那个柠檬色的吧，柠檬色盖，那现在又恢复到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说。我不知道各位买到新机会不会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新机的话，我们通常买来这个载台会校正嘛。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讲说，如果说你，可以去那种什么，就是一般的那种超商卖场啊，可以建议去买这种水平仪。因为你看我这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我在测试，因为我这个只是还没有完全定位。你看这边的话呢。因为这里面只是很单纯的就是水啦，那水的话呢，我把它用在另外一边嘛，好，那你看到这样子，有没有发现说这边它就是底下这一块呢，等于是说有粘到那个萤幕，就底下的萤幕，那这边是没有的，那表示说我这个机器在摆放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边比较贴，那这边比较松，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你可能要去买一个水平仪。像这个，你看我水平仪的摆放啊，我现在这个水平仪就是有点歪掉了，因为其实我们机器买来的时候，其实它通常校正呢，只有校正这里而已，还有这里。可是你机器摆放的位置你不会很平衡，那这个是一个小诀窍了，因为有些人买来的时候，他发现说他列印的时候，它的那个拉拔力的不够平均，那主要就是因为你的桌子可能是不够平的。当然，这个只能够尽量调校到比较平整。那平整的话，你印出来的东西也比较漂亮。好接下来就是说我拿到这个机器呢，我第一个印象呢最大讶异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个螺丝。那你没买过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螺丝有什么差别啦。那其实我 8K 的时候，我 8K 我自己去买过螺丝。你看这里面这个螺丝，这个不是这个颜色如果有买过，应该就不是知道了。它反而一开始是底下那边黑色的那一种，你看那个黑色的那些，所以呢，表示说它这个螺丝呢已经全部改过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载台的部分，像这个这个是那个，这个是 Revo 的载台，这是 Revo 的载台。那 Revo 的载台有什么差别？这个是8K 的载台，
8K 载台就是说我今天 Revo 跟8K 它的载台其实可以共用的。好，你看这边应该都有那个这个是锁螺丝的痕迹嘛，这是表示说这个是其实是这一台用过的，啊这一台我才刚拿到而已。那 Revo 的载台我还没拆，不过呢 Revo 载台也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一样啊，这个我觉得你还是要买过机器的，你才会知道说到底差异在哪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的螺丝啊，你看它的螺丝已经全部换成这一种的了。先前呢是螺丝呢一种是黑的，它这个也是黑的，那只有一种是比较好的，它现在全部都替换掉了。哦，所以表示说它整个螺丝呢都全部都已经都是换成更好的螺丝了。好啊，另外呢，这个也是顺便跟各位讲一下，你拿到机器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泡棉呐。我自己的话是保留一些，然后拿来做，让我放心的载台。啊，其他呢，你不要，就是说你不要都丢回收。我跟你讲，其他的这种泡棉呢，你是直接丢垃圾车的哦。好啊，等一下就下一个了，再来。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一下内部的部分。那首先呢是刚才讲过的这个载台，其实这个载台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这个雷雕啊，这个雷雕呢跟那个8K 比起来又更细了，所以表示说呢它的支撑力呢又更强了。好啊，再来就是说这个空气清净机。那先前的空气清净机呢是这个。现在空气清净这个，那我一台拿去做那个喷漆使用了。那这个呢，它现在变成说底下有一个 USB， 你直接插着，那就可以一直供电了。那你也可以把它打开，一直打开。它等于是由这个机器直接去供电。好啊，接下来这个呢，就是那个加热器。那其实呢，我现在有去买过，就是说自行去加热装置的。像你看我这个 8K 后面这个啊。那个就是那个宠物店啊，就是一种加热装置。那为什么我会去买那个？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在冬天的时候你要列印呢，有时候失败率会提高啊，其实就是因为温度的问题。那这个呢，如果说你要单买的话，其实这个是它这次新增机器里面这个是价格最贵的。如果各位有去查过，实际上的这种加热装置其实真的是蛮贵的。那它这个已经跟机器做整合了，嘿，所以呢，里面的这次新增里面最贵的就是这个。好，啊，再就是这个螺杆啦。这个螺杆呢，这边都抬高了。你看这个8K 的，我这原先的设计长这个样子，这也是改进的地方。好，啊，再就是摄影机啦。它这边你看这边有一个摄影灯，这个，那这个是磁铁的哦，这是磁铁的哦，你看这是磁铁的，所以说你要调到哪里都可以。那先前呢是这个样子。那变成说你可能要去照射到特定的地方，可能不是很方便。好啊，另外就是灯啊，那它这个灯呢，就是说要让你在做一些摄影的时候使用的啦，就是那个摄影机再去使用的。好啊，内部构造大概就这样啊，等一下来讲一下它的软体的部分。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讲一下关于它的硬体的操作部分。那首先呢是这个。你看这边有个硬体测试啊，镜头测试。你看，它灯就自己就亮起来了。我再来一次。啊，先前的这一台呢，它就是没有那个，就是亮起来，所以说你拍出来有时候会很暗，这没有办法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系统设定这里。它这边有这种什么缩时摄影啊，不过我不晓得它到底好了没。那因为我看它的这一台是说韧体还在更新中啊。不过呢，另外一个比较重点的是这个异物检测跟失败检测。那我是把它关起来的，它预设的时候是打开的。这是这一台这次新增的功能。那因为我跟这台机器也不熟，所以我就把它关起来。啊，关起来其实就跟这个8K 呢就差不多一样了。
好，接下来就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加热器。其实我觉得它这一次加的，应该说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个加热器吧，因为我们一般的加热器不会跟机器整合在一起，可它这是有的。那你看这个，那我现在是把它关起来的，你把它打开，现在36度嘛。那因为我这个我是现在我刚才有把它稍微加热一下，它温度比较高了。我现在外面的室温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这个我刚好加热过，我本来是33度，现在我把它加热过，现在变33度了。现在里面变36度了。那我跟各位讲它那个加热器你上面不能摸因为它加热那个上面就会比较烫我可以把它关起来。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它这个加热器，因为它是跟机器做整合，所以它有这个预热功能，它可以去让你的载台去加热。你先预热载台。当然我们在台湾的话，可能觉得这个功能很激热，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些温差比较大的地方，那这个功能就会很好了。因为你如果说你在一些温差大的地方，那你可能你在烈焰中间你去睡觉，那可能晚上的温度跟白天差很多，那这时候你的烈焰的品质可能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机能呢，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一开始你在这种热天你可能比较不会觉得不会用到，可是等到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想把它打开，这样你烈出来的品质会比较稳定一点。好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翼轴的声音各位可以听一下，真的跟它这个翼轴跟那个先前那个 8K 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它这个翼轴呢，它这个稳定度又提高了。那你要去放一些比较重的呢，它的那个抬升的能力呢，应该比较好一点。好接下来就最后啦。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那最后一个功能呢，我先验证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手机了那上面有个普罗森的 APP。它其实呢，它现在改进的最主要就这个。那你看我现在按下拍照你看这个灯。你有注意到吧？我再来一次灯。以往呢，我们这个要拍照呢，就是说它的光源可能不够，那现在已经加了这个。那其他还有什么缩时摄影那一些，那我看它的那个这一台呢，它是说在后续就说好像是几月份会在 update 韧体，那时候你缩时摄影会更顺畅一点。对，然后再来呢，就是说这一台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玩3D 猎鹰的时间不会很久其实我为了要理解说大概3D 猎鹰要怎么玩，所以我会去关注社群。这一台机器呢，我觉得它就是收集很多社群上的用户问题所产生出来的新的机器。我觉得这一台就是这样子当然另外这一台的它这个掀盖式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不够满意，因为你看我这样摆嘛其实它后面的空间，等于说你必须要给它一点空间，这样你盖子掀到后面才不会，就是说才有办法去掀到后面。那这个呢，8K 呢只是拿起来，你变成说你要拿到额外的地方去放。所以说如果还要再改善的话，我觉得下一代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直接那种整个拉抬式的，你可能整个机器就是往上拉。那这边可能就是类似那种什么汽车引擎盖这样，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啦，不然就是像旁边这一台这样直接用这种翻盖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我的介绍。